大家好，我是 Aceson 啊，今天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印尼服啊，应该是最厉害的阴阳师打的一场比赛。对，为什么他是一个最厉害阴阳师？那只是有一个原因而已，那就是他会这个阴阳师无限连啊，就是他可以把人不停的按在地下，然后直接把你的血啊从满血削到一半，甚至削到没有，他也是会的。那时候的话，我应该觉得他是这个印尼服啊最厉害的阴阳师。对，那今天呢、就来跟这个最厉害阴阳师打一场竞技场比赛。对，那一边开始前呢，也是那句，如果你喜欢的话，先订阅一下，谢谢。那你的订阅啊，对我是十分之重要。对，那回到那个影片里面，那打这个阴阳师啊，其实它也是一种比较反传统的一个打法，就是不像你的以往，就是以往你看我插手影片，就是我要做主动那个抓人的那个，然后就抓每个玩家那个破绽，然后再进行一些什么黑毛 combo 那些比较高伤害的那些combo 打击啊。对，但打它我们就要把刚才我说的那些概念全都拿走。为什么？因为啊，刚才所说嘛，他的阴阳师只要把我打倒在地下，基本上了，我就等于死了。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他的无限连真的造成的那个伤害，持续伤害真的很高。基本上把你按在地下，总之只是很简单把现在这样，把你按在地下，基本上你就起不来了。OK， 所以现在就看一下他的阴阳师，就是可以做到这种那么离谱的 combo 啊。对，基本上我是没有那个起来的机会的。对，所以的话，我的解决方法就是，第一啊，如果真的被他抓到的话，直接换这个狂战巴萨，不要有任何的迟疑，因为你每迟疑1秒钟啊，你的血量都是对你的血量不尊重。OK， 这边的被伺服器 cancel 了，那个打击。对，那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不要让他做到。OK， 这个就是我们这部影片重点，怎么打这种会无限连的阴阳师，就是不要让他做到。这个就很简单，也是很简单的道理，但也是最难做到的。那这部影片呢、所以我要怎么做？那现在就是来跟大家那个展示一次，怎么做到这个人不被他抓到而打败这个无限连阴阳师。对，但很可惜啊，我现在已经被他抓到了。所以你看到我这边就是我迟疑不换狂战巴萨的后果，因为啊，他会给你一个错觉，就是你好像永远都可以站起来一样，但其实没有，他就不停的把你的头按下去，然后不停的做到这个无限连的效果，所以它是非常麻烦的。对，所以的话，其实像刚才所说，被他抓到，直接换这个狂战巴萨，因为你就基本上你被他抓到之后，宣判了你那波对弈就失败了。对，那这边的话，我就尝试一下，不要跳起来 air dash 他，就为什么？是因为他的那个阴阳师冲低，就是他不是会往这个地板刷一个黑色的东西出来吗？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好那个刷的那个高度啊，是刚好还可以抓到跳跃的那个高度，就是普通英雄跳起来那个高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嘛。那我上次也不例外，他刚好可以抓到我跳起来的那个高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刚好。那所以的话，我跳起来 air dash 基本上就一定会被他抓到。那这边也直接开法做，我们不要迟疑。那为什么这么直接？是因为基本上我打完之后就发现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他虽然他阴阳师单角色是很厉害，但其实他的技能阶段是比较弱一点的，就是他开技能是开的比较弱一点。那所以的话，我们就针对他开机的那个部分来进行打击，就是我们先把他所有的技能逼出来，然后就用技能把它收掉，那就是最简单直接的把它打败的方法。我这边的话看一下，踢下去 ，OK。打那个吹风秘籍其实就很简单，如果他站在掉落区附近开的话，我们直接把他踢下去就行了。那么通常啊，那些人装那个吹风秘籍，他会没有术士1，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的反装啊。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装那个 Time Gate 的那个头盔，就是像刚才一样，所以说他没有那个位移的那个手段了。虽然他的技能全都好了，那所以的话，直接把他踢下去，那就大功告成了。对，
那刚才说到的话，我们不用 air dash 的话，我们怎么办？怎么做到那个抓那个无限的阴阳师这个打法？那这个要听清楚，这个是很特别。那就是不要跑起来，对。那我们打这个阴阳师不要跑起来，我们直接，哎呦，这边是什么？我们直接用走路的方法，然后不停的避开他的所有的攻击，因为他的攻击虽然是比较打空中那个是比较厉害，甚至我觉得是 OP 的一个空中打倒的方式。那针对这一点的话，我们只要不要跳起来就行了。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唯一方法，除非你可以有其他的那什么魔弹一些，应该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魔弹一些其实也不太可行，因为基本上他打空中的手段他是不需要跳起来的。所以的话，我这边可惜，我有头盔啊，可惜啊，这边慢了。刚才说到他打空手段是不用跳起来的，所以的话，你用魔弹射他的话，其实也没什么用。对，那所以的话，我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要跳起来，那就完事了。那基本上打他的话，只要不让他抓到，他的阴阳师就没有发挥的余地。所以的话，我们就针对这一点，刚才所说。OK， 那来到第4回合，那第4回合的话也是。那我们只要抓他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换这个反应熊，不知道是他没有他有了。那他很长，就是可能是对自己的阴阳师自信比较大一点嘛。但对于这种单角色的玩家来说，其实他最弱的部分就是他换角色来做到不停的随机应变的那个部分是比较弱一点。那我们只要做到他，基本上他血量就没有一大半了。那现在来看一下，我黑马抓到他一次，他基本上他血量就剩一半了。所以的话，他比较像是那个玻璃大炮，对，那个玻璃大炮就是很常见的，输出很大，防御很少，所以的话我们就不停针对他一点。那对，这边做到踢下去，那我们技能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开技能抓了之后，这边小一点啊，不要轻易的跳起来，OK， 这边的话直接抓他，不要迟疑，逼他把他的装备开出来。那这边他不开的话，就要赐我一套300攻的黑毛啊。OK， 这边，没事，等他再多开一个召集了。OK， 我们等一下，别急。这边的话，他直接发过，那他完蛋了。可惜，既然按不出来，你看到左下角。但这边的话，他应该还有披风，但我觉得他是想留来开这个春秋秘籍啊，所以的话他还在留技了。头盔别怕 ，OK， 这边做到，那直接打下去那就完蛋了。OK， 那来到最后一回合，第5回合。那说起这个阴阳师，其实我觉得他身为这个比较旧时代英雄，他是一只以前这个版本被改了很多次的一只英雄，但他改来改去也改不了他 OP 这一点。尤其是这个版本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还能保留这个无限连这个翻水这个功能，因为根据我打了那么多年的那个罗斯萨嘎来说，其实以前很多英雄都可以做到无限连这一点，但基本上都被 nerf 掉了。就是例如说我超松以前也是有无限连，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但是这个已经在很多年前那个版本已经 nerf 掉了。所以的话，我以前他罗斯萨嘎有个应该是他打算更改的方式，就是把所有单角色的无限连全都改掉。那不知道为什么这只就没有改到。那我猜他是忘记改，应该是。所以到其实我一直觉得阴阳师应该是会未来的版本会把这个无限连改掉。对，那但是我们见招拆招啊。那现在他还没改的话，我们就针对他的弱点，刚才所说的弱点来进行那个针对性打击。OK， 这边呢，我们抓到他直接开技能。OK， 那不要省技能，他的技能接到比较弱一点的话，我们就针对他这一点。OK， 这边的话，黑毛拉出去，逼他开技能。如果他不开的话，就吃我300攻黑毛。对，那个不错。那我们还有盔甲，我们再抓他一次。OK， 小一点，不要被他一些东西打到。可惜这边被他打到的话，那就完蛋了。可以，他失手了。没事。被他打下去吧。那我们还有盔甲跟头盔先留一下。头盔的话，其实因为虽然说他的技能阶段比较弱，但他有练一些
那些算是 basic combo， 就是一些比较旧派的一些连技，就是切英雄的连技。那这边的话撞过去 ，OK， OK， 这边如果我没有掉下去的话，我就很危险了。这边呢比较幸运一点 ，OK， 这边 SD 好了，再开 ，OK， 逼他接出来。如果他不开，可惜啊，这边没有炸下去。如果炸下去了，就可以再给他多一点输出。那他这边很明显想找一个机会。用下我技，然后给我的一些比较换英雄的一些 combo， 但我不会给他机会，因为 OK， 因为我头盔还在，可以抓到，那基本上用头盔直接给他输出 ，OK， 逼他开了个屁股，OK， 那这边他应该没接了，那我们把他踢死，对，这边应该完结了，那他还有 SD 啊，让我们小一点，那把他 OK， 那就有了这第一神奇。